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凭北上冲刺亚洲大奖，30岁女演员用实力证明自己。从甜美偶像到实力演员，白鹿在北上中7分钟无台词眼神戏封神，用细腻演技诠释运河姑娘的坚韧人生，让观众看到新生代演员的蜕变与成长。最近娱乐圈又迎来一波热搜高潮，这次的主角不是流量小花，也不是老戏骨，而是江苏常州的邻家女孩白鹿。她凭借在热播剧《北上》中的精彩表现，一举杀入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女主角提名名单，还顺带把自己的名字送上了微博热搜榜。说起来，这姑娘这2年真有点开挂，但戏吧背后的故事，才发现她走到今天绝非偶然。白鹿饰演的夏凤华是个地道运河边长大的姑娘，从青涩懵懂的小女生，到在大城市打拼创业，再到最后回归故土，她的人生像极了我们身边那个拼命三娘表姐。小时候跟着父母搬砖，长大后进城闯荡，每天都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，但依旧能笑着爬起来继续干活。这种角色设定要演得出彩，可不光靠颜值和滤镜加持，更考验演员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揣摩。不少观众看完《北上》，最大的感受就是，这还是以前那个甜美可爱的白鹿吗？剧中夏凤华面对职场压力、家庭变故时，那段7分钟无台词眼神戏直接封神，被网友称为情绪传递教科书。别说普通人看得动容，就连不少专业影评人也忍不住点赞。有人调侃，现在年轻演员终于学会不用瞪眼式表演了。想想也是，有多少电视剧里遇事就只会瞪眼睛，要么干脆嚎啕大哭，看得观众直呼辣眼睛。而白鹿这一段不吼不叫，全靠细腻微表情把人物复杂心理层层剥开，比那些什么爆米花特效更让人记忆深刻。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北上的故事背景和生活环境对白鹿来说并不陌生。作为常州本地姑娘，她从小就在运河边玩泥巴长大，对那片土地有天然亲切感。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？越是漂泊在外的人，越念家乡的一草一木。正因为如此，她才能把夏凤华这个角色诠释得如此接地气，让观众觉得不像是在看电视剧，更像是在隔壁窗户偷听邻居家的真实人生八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亚洲内容大赏可是全亚洲范围内的大型奖项，由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和爱奇艺国际版联合举办，不仅评委阵容强悍，还集结了中日韩东南亚各路大神。今年中国剧集占据最佳剧集提名数40%，创下新高，可以说国货之光闪耀全场。同台竞争的还有朴恩斌、IU、朴宝英等韩日顶流明星，每一个都是自带粉丝团的大咖。如果最终能拿下奖杯，那不仅是对个人实力的肯定，也是中国影视行业软实力提升的重要信号。聊到这里，其实最值得咱们思考的问题来了：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演员愿意沉下心来磨练演技？前几年国产剧还流行一刀切脸、爱换头，网友吐槽烂片如同吃瓜子壳，现在却开始追捧那些真正用心塑造角色、有烟火气息的新生代。这背后既有市场审美升级，也离不开平台对于原创与品质内容日益严格要求。流水线作品在乡野难敌口碑发酵，好作品终究不会被埋没。就像你妈做饭再咸，你还是觉得比外卖好吃一样，人间真实。当然，仅靠几部佳作就盲目吹捧某位演员未免太早，但给新人机会，多一点包容总没错。当整个行业都开始重视原创与创新，把注意力从炒作转向作品本身时，我们这些普通观众才能看到更多惊喜，
而不是年年被千篇一律套路剧情支配情绪。如果你问我有什么建议，那就是导演编剧们请多挖掘现实题材，多关注普通人的悲欢离合，而年轻演员们则要敢于挑战自我，用真诚打动观众，用每一次成长回应质疑。不怕起点低，只怕没有持续努力和反思能力。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。吃瓜群众突然悟了，当越来越多像白鹿这样的青年演员用汗水与智慧征服荧屏，我们是不是该扪心自问，到底什么样的人物塑造才算成功？难道只有噱头满天飞才叫娱乐圈繁荣吗？白鹿热搜背后，演艺之路的闪耀与成长。在娱乐圈的璀璨星空中，每一天都有新的热点诞生，而近日，白鹿无疑是那颗最为耀眼、频繁吸引大众目光的星星。她凭借自身多方面的出色表现，屡屡登上微博热搜，成为当下热议的焦点人物。就在7月22日，一则重磅消息在网络上迅速发酵，白鹿凭借在北上中的精彩演绎，成功入围亚洲内容大赏视后角逐。这一消息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，瞬间激起千层浪。相关话题白鹿白敬亭入围亚洲内容大赏迅速登顶微博热搜榜首，阅读量在短时间内便突破惊人的数字。北上这部剧本身品质极高，不仅入围了最佳导演和创意奖，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，在 Netflix 上冲到了中剧最高日榜第6位。TikTok 上相关话题的播放量飙升至 39.65 亿次，还被新华网认证为文化出海典范。白鹿在剧中饰演的夏凤华是一个生活在运河边的普通女孩，命运多舛，家庭变故和生活挫折接踵而至。但白鹿凭借着精湛的演技，将夏凤华面对困难时的坚强、无奈、挣扎以及对未来的不屈不挠诠释得入木三分，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，与角色同呼吸共命运。不少观众激动地表示，白鹿的演技太棒了，夏凤华被她演活了。此次入围亚洲内容大赏，无疑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，更是她演艺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回顾白鹿的演艺生涯，可谓是一路拼搏，成绩斐然。从初入演艺圈时的青涩，到如今能够驾驭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，她的成长有目共睹。在《招摇》中，她饰演霸气又潇洒的陆招摇，那一身红衣，手持折扇的形象深入人心，将陆招摇的果敢与柔情完美融合，让观众看到了她在古装仙侠剧中的无限潜力。《周生如故》里，她又摇身一变成为温婉动人的崔时宜，与剧中角色一同经历着爱情的悲欢离合，她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赚取了观众无数的眼泪。而在《长月烬明》中，她塑造的黎苏苏坚韧不拔，面对诸多磨难依然坚守内心的善良与正义，再一次展现了她强大的角色塑造能力。除了影视作品，白鹿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。7月18日，她发文告别《奔跑吧113》，这一消息同样登上热搜，引发粉丝们的不舍与热议。在节目中，白鹿堪称快乐担当，贡献了众多出圈名场面。她在藏粉笔被抓包时那可爱俏皮的模样，让人忍俊不禁；粤语情话挑战时那蹩脚又努力的搞笑表现，更是成为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她在节目中毫无偶像包袱，无论是泥潭游戏中的全力拼搏，还是指压板挑战时的痛苦又坚持的表情，都展现出她真实、接地气的一面。她曾在录制过程中因高强度的拍摄导致嗓子疲劳甚至失声，膝盖也因游戏环节红肿触目惊心，但她依然坚持完成节目录制，这份敬业精神令人钦佩。不仅如此，白鹿在时尚领域也有着独特的魅力，她的每一次造型亮相都能引发粉丝和网友的关注。近期，白鹿工作室发布的一组最新写真在网络上刷爆，
照片中的她，眉间花钿与飘逸发丝，营造出一种破碎感美人的独特氛围。粉丝们纷纷狂赞天选古人。从想要转型不再局限于偶像剧，勇敢挑战像《北上》这样偏现实题材的作品，到在综艺中展现真实的自己，给观众带来无尽欢乐，再到在时尚写真中不断突破形象，白鹿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在娱乐圈中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每一次登上热搜，都是大众对她的关注与喜爱的体现。相信在未来，白鹿会继续在演艺道路上发光发热，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，创造更多令人难忘的瞬间，书写属于她的辉煌篇章。让我们一同期待她在亚洲内容大赏以及未来的演艺征程中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